AI 教母李飞飞最近有一个访谈，标题有点吓人，说10年后世界上只会剩下2种人，一种是在一个领域里做到顶尖的专才，另一种是什么都能快速上手的通才。而最危险的是中间那一层，一份工作做得很熟练还不错，但没有做到很难被替代，也不太愿意跨出去学新的东西。 AI 最先挤压的很可能就是这一层。不过看完整场访谈，我觉得真正值得我们听的并不是要做专才还是要做通才，而是这2条路的背后其实都需要一种底层能力。大家好，我是 ZZ 爸爸，主业是 AI 产品经理，太太是儿童心理学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访谈的这2位嘉宾。李飞飞是斯坦福的教授，被很多人称为 AI 教母，跟他对谈的是 Masterclass 的创始人 David Roger， 所以这场对谈很有意思。一个长期站在 AI 研究的最前沿，一个长期在思考人应该怎么学习。他们聊到的也正是我这个频道一直很关心的问题，在 AI 时代，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第一个让我很有共鸣的地方，就是 David 提出的这2种路线，要么成为顶尖的专才，要么成为能快速学习的通才。但李飞飞接下来的一句话，我觉得才是这2条路共同的底层。 Be brave, have your human agency and command that technology, use that technology, get familiar with that technology. Don't be afraid, don't shy away from it,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wheels of history is turning towards the future. 他用了2个词 be brave 还有 command。 我的理解是，不要因为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就本能的往后退，先靠近它，弄懂它，再想办法让它为你所用。无论最后成为专才还是通才，底层都需要一个东西，就是 agency， 所谓的能动性。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个人能不能自己做选择，主动采取行动，并且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改变结果。遇到一个新的变化的时候，你不会只是站在那里等别人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而且李飞飞特别强调，这不是只有懂技术在硅谷创业的人才需要的能力。医生可以有能动性，老师也可以有能动性，任何行业的人都可以有主动判断，怎么把新的工具用在自己的领域里。所以放到孩子身上，我现在不会把全部的赌注都压在预测未来哪个专业最安全这件事上，因为没有人真的知道 AI 接下来会改变哪些职业，又会创造出哪些今天还不存在的工作。比起猜对一条永远不会变化的路线，我会更在意孩子走进一个陌生的领域的时候敢不敢去了解，碰到变化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往前多走一步。第2个让我有共鸣的地方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如果能动性这么重要，那它到底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主持人也问了李飞飞，你自己是怎么培养孩子的？ Well, this question goes into the heart of family values. How do I personally train that muscle for me, my kids, my students? Simple as don't be lazy. 他的答案简单到让我有点意外，不要懒惰。但这句话如果只听表面，很容易又变成家长拿来激娃的理由。我的理解更像是，有了问题不要永远等别人替你安排，有了一个念头就试着自己往前走一步。这不是一门可以报名突击的课程，而是日积月累的习惯。 David 也提到，至少现在还没有一套简单的公式能够培养出一个很有能动性的孩子，但我们知道有几个条件很重要。他拆出来的是这几样：让孩子觉得安全，敢去冒险，允许失败，从失败里学到东西，摔倒之后还能爬起来的韧性，还有对世界的好奇心。这些其实也是共识。我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讲挫折教育，也聊到为什么不是简单的接受失败。但他后面讲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从小其实都在学习一件事，怎么赢得别人的表扬，怎么让别人喜欢自己。先是讨爸妈喜欢，后来讨老师喜欢，再后来是讨老板喜欢。但真正的能动性是慢慢形成自己的一套判断，而不是永远都被外面的表扬牵着走。这让我想到一本很有名的书叫 Mindset， 它有个提醒是这样的：如果你老是夸孩子你真聪明，孩子反而会变得怕失败，不敢挑战难题，因为他要保住聪明这个表扬。我们随口给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去寻找更多的表扬，而不是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来判断自己做得好不好。孩子们得到的外部评价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会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再去强化那些外部的评价标准。我带孩子去攀岩的时候，自然的反应就是先爬这个颜色，再爬下一个颜色，一步一步升级。但孩子不一定这么想，他会这条摸一下，那条试一下，有些看起来明显超过他水平的，他也想去感受一下。我只会偶尔鼓励我觉得这条挺特别的，你可以试试看，不过你自己感受一下来决定。有一次睡觉前，他突然跟我说，我想到那条紫色应该怎么上去了，然后躺在那里用手给我比划。我其实也没有完全看明白，但我特别开心，因为他有了自己的目标，脑子里还在回放白天的线路，还在琢磨。我觉得这就是能动性很小很真实的样子。第三个点也是整场访谈里最打动我的地方，很多人一提到 AI 的反应是紧张。A little envious of them because I think their world is much more heterogeneous. That if you're used to being on Twitter/X, you're used to being on Insta or TikTok, you start to realize the world is full of voices. 但李飞飞聊起下一代用了一个词，是羡慕。在他看来，我们小时候能听到的声音可能就是一个老师一个家长，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他们的世界里习惯了多元化的声音，而且会被 AI 放大，这当然也会更嘈杂，也更考验判断力。但它的另一面是权威不再那么单一，孩子会接触到不同的视角，更有机会形成自己的判断。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能在这个时候赶上 AI 的爆发，我觉得很幸运，它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电脑的那种感觉。就最近几个月吧，以前我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可能会先放进一个愿望清单里，但是现在我真的可以马上跟 AI 一起动手，试着把它做出来。很多以前只会一闪而过的想法，现在终于有机会把它拿出来，看看到底行不行。整个人好像重新被点燃了一次，每天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一个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而且不太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到中年的人，都能有这么强烈的感受，那未来的孩子呢？等他们长大的时候，会把今天这些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能力都当作理所当然。所以我也是很羡慕，也很期待。最后李飞飞还给不熟悉 AI 的大人们出了一个主意， Either your own kid or your nephew or your niece, that they are likely to be younger than 25-year-old. Almost all of them are already using AI in some way. And be curious, ask them to just show you how they use AI. 找一个孩子，找一个年轻人，带他，让他带你看一下怎么玩 AI 的。我很喜欢这个画面，我们总在想怎么把孩子教好，怎么别让他被时代甩下来。可能反过来才是对的，是孩子牵着我们一起走进那个连我们也看不太懂的世界。回头看这场对谈，虽然一直在聊 AI， 但最后的落点其实并不在技术本身，而是能动性。技术怎么变，我们其实要抓住的东西就越是不变。李飞飞最后谈到教育时说，教育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标准化的考试分数，而是把人培养成人，让他能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觉得未来会有更多的专才，还是更多通才，还是都要有？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今天这一期对你有点启发，点个赞，关注一下，我们下期见。